除此之外呢，鹰击8反舰导弹还有一个绝招，就是越海飞行。它的飞行高度呢只有几米，几乎是擦着海面上的浪尖飞行。目的呢就是让敌方的雷达猝不及防，专打敌方军舰的命门吃水线。报告舰长，马上准备好。 空舰、舰舰、前舰，以鹰击8为基本型，先后研制出的海防导弹，成为了我军反舰及全天候实践攻击的主力装备，具备了抗登陆、封锁重要海域和近海作战的能力，为国家的领土、领空、领海筑起了坚固的钢铁屏障。 3、2、1。 点火！点火！导弹为什么飞得远又快？核心就是发动机。发动机性能的好坏，更是对装备研制的成败和进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近年来，为了满足行业发动机研制的试验需求，航天3院陆续建成了发动机高空模拟试车台。 这里是发动机高空模拟试车台，由一系列复杂的管路设备及一个巨大的试验舱组成。它能够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设施和手段，在地面副线空中飞行环境开展发动机高空性能的试验。试验舱中，发动机不受季节和气候的限制，无论是低空的高速行进，还是高空的 极寒飞驰，在飞行中可能遭遇的各种物理环境都可以被模拟出来。发动机要在这里经过层层考验，试验合格后才能飞上蓝天。马上，一次特殊的发动机高空试验即将开始。 好，打短了2声，实验开始。发动机点火。在高空模拟试车台的指挥中心，我们可以通过屏幕中显示的数据，看到此刻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压强、温度、流量的测试数据，正是通过高空模拟试车台实时回传给技术人员，时刻了解发动机的运行状态。在这里，像这样的试验，一天可以做数次，大幅提升了发动机试验的成功率。 数据采集精度更加的准确，发动机试验状态的模拟范围更广。之所以说这是一次特殊的试验，是因为今天和我们一起观看这场试验的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就是航天3院31所鹰击8的固体动力专家丁振宗。丁老您好，您来跟我们讲一下，今天您看了这场试验，您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您那时候比有什么不同？ 这是我们所的新式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台的控制间，现代化了，今非昔比。我们所现在同样也建立了固体火箭发动机的试车台，它的控制间也一样现代化了。我们现在再也不用像5年前那样用这种土办法来做发动机试车了。 这里是刚刚建成不久的鹰击8试验发动机的场景雕塑。50年前的10月19日，鹰击8主体发动机的露天试验就是在这个雕塑后面的树林里进行的。3位试验人员的雕像记录的正是第一次把导弹埋于地下进行发动机点火的场景，而这其中一位就是丁振宗。 就是在这儿，1973年10月19号，50年前，我们在这儿挖个坑，把发动机前半截埋在地下，怕飞出去以后伤人，我们用钢丝绳把它捆在这棵树上。把这个工作准备完之后，我们撤离现场，就准备点火实验。
为了这天的点火试验，丁振宗已经等了太久太久。在那个技术并不发达的年代，研制一款国产飞航导弹，究竟要面临哪些困境呢？上世纪60年代，海军希望研制一种能挂在飞机上的小型导弹，这个任务最终布置给了航天3院。但是当时项目并没有立项和研制经费，也没有正式备案和型号名称，所以3院决定自筹资金，也要造出这枚小型导弹，并给它起了一个特殊的名字。个头小，在20干，没有户口，没有国家任务，所以叫它小二黑。也就是当时它是没有计划的，没有任务的，是自行上马的。但是呢，是军方有过意向的，交换过意见的。当时海军提出研制小型导弹的要求是必须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此前，我国仿制改型的以液体火箭发动机为动力的舰舰岸舰导弹已获成功，但由于液体发动机配套设备复杂、维护困难、安全性能低等缺点，被取代是必然趋势。这种发动机整个中国都没有，固体发动机的温度是3000多度的，所以它的隔热问题、防热问题、燃烧问题，很多问题对我们来讲都是全新的问题。为了解决研制的首要问题，3院迅速将丁振宗、常敬基、郑炳森等10几位同志组成了发动机课题组，开始了小型导弹的预先研究。当时国务院中央军委常规装备等的小组下达给我们的指标，要求是导弹要达50公里，50公里我们发动机要工作164秒以上，固体火箭发动机在这么长时间要保证颗粒不烧穿，这是很难做的一事儿。在缺少相关领域研究资料的情况下，丁振宗带着问题开始了从零起步的调研学习工作。在一次与同学交流的情况下，丁振宗得知了一种新型的隔热材料。这是我们发动机装药燃烧室的钢壳体。钢壳体呢，钢的融化温度是1500度，到700、800的时候，钢铁就变软了。我们发动机的装药燃烧室这个装药的温度到3000度以上，所以呢，那种火焰绝对不能直接接触钢壳体，接触以后发动机要烧穿。我们当时采用这种软片作为热防护层，就类似这种结构，把这种软片贴到发动机壳体内，然后加一个芯子固化成型，固化成型之后就是这种形状，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发动机的热防护问题。在解决完小二黑发动机研制的技术、生产、试验、材料供应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后，1973年10月，小二黑的主发动机样机终于研制出来了。不久后，科研人员在荒凉的山沟里成功完成了鹰击8发动机的第一次露天点火试验。一声巨响，这枚固体火箭发动机第一次成功工作了95秒钟，大家高兴地跳了起来。但丁振宗的耳朵却什么也听不清楚了。很多年过去，他仍然要带着助听器才能与人交流。为了研制我们国家的海防导弹，不管当时情况有多难，我们下决心一定要搞出来。试验的初步成功，意味着我国飞航导弹第一台长时间短喷管固体火箭发动机问世了。小二黑也终于有了正式户口。此时，整个导弹其他系统的研发也到了决战阶段。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二黑身体小，可发动机、末日导雷达、自动驾驶仪、战斗部什么都得有，而且什么都得小，这可难坏了设计人员。由于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摆在大家面前的只有刚刚仿制成功、弹径为760毫米的544导弹可以借鉴。
结合仿制544的经验，通过吸收先进技术，科研工作者们研制的小型多功能专用模拟计算电路，代替了原来544的部分机电设备；研制的无线电高度表代替了磨合式高度表；研制的磁粉离合器代替了原来544庞大的4伏机构。为了适应体积小、重量轻的要求，采用整体舱段结构，雷达的壳体成为一个舱段，舱内的所有空间都被充分利用了起来。反舰导弹小型化的设计迎刃而解，新的难题又接踵而来。如何降低导弹的飞行高度，成为了时任海防导弹武器系统的总设计师梁守磐和科研团队面临的又一大问题。梁守磐深知，想要改变导弹的飞行性能，首先就要在气动外形设计上下功夫。3院的军工人经过反复计算和测试，形成了最终的设计方案。鹰击8导弹前弹翼使用了较大的固定翼，以提升升力，后面则为小梯形翼，可以偏转用于姿态控制。此外，在助推器上固定的 X 型弹翼，增加其稳定性。1980年，鹰击8自控弹试射8发7中，证明它的总体设计方案是正确的，同时证明自主控制系统和制导系统是非常可靠的。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式上，一辆辆拖载着我国最新型反舰导弹的运载车驶过天安门广场，这是鹰击8导弹的首次公开亮相。黄海之滨，一艘排水量1000吨级的驱逐舰靶船，在辽西的海面上等待着。随着阵地指挥员口令的下达，导弹呼啸一声，准确击中靶船。一时间，海面上靶船火起，水柱冲天。这艘驱逐舰被击中后，整整燃烧了24个小时，在脱毁中沉没。这背后的主角，正是中国飞行人引以为傲的鹰击8反舰导弹。我们这个战斗部它是在内部爆炸，所以它的效果特别好。历经艰难研制出来的鹰击8反舰导弹到底有何厉害之处呢？在我身边的这枚导弹是鹰击8反舰导弹的改进型，它的外形呢与鹰击8反舰导弹类似，也是采用常规的气动方式，舵面和弹翼面呈 X 型，且处于一个水平面。这样的设计呢，有利于导弹在飞行的过程中更加的灵活和机动。除此之外呢，鹰击8反舰导弹还有一个绝招，就是越海飞行。它的飞行高度呢只有几米，几乎是擦着海面上的浪尖飞行。目的呢就是让敌方的雷达猝不及防，专打敌方军舰的命门吃水线。导弹的战斗部呢采用的是半穿甲爆破型，它可以轻松地击破敌方舰艇的多层装甲，可以说它可以钻到敌方军舰的肚子里面去爆炸，威力巨大。再往这儿看呢，鹰击家族不断壮大，性能也越来越强大，他们已经成为了我军坚不可摧的海防利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几代军工人秉承着科技强军、航天报国的使命担当，探索出一条从仿制改型到自行设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如今，鹰击8虽然不再是我国最先进的反舰导弹，但它的种种精心设计，为我国未来的反舰导弹事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鹰击家族的规模和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作为新一代海防利器，鹰击12E多平台超音速导弹，主要用于打击大中型水面舰艇和高价值目标等，是实现对高价值目标进行远程快速精确打击的有力武器。而鹰击18E导弹武器系统是中国航天3院
针对国际军贸市场对于潜艇作战需求研制的一型潜射武器，可远程隐蔽打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及编队、小型舰艇以及陆上固定目标，具有飞行距离远、突防强、毁伤痕等突出特点。上级通报，敌护舰一艘在当前海域活动，上级命令我舰立即实施导弹攻击。加油报！报告舰长，发射准备好。空舰、舰舰、前舰，一星期8枚基本型，先后研制出的海防导弹，成为了我军反舰及全天候实践攻击的主力装备，具备了抗登陆、封锁重要海域和近海作战的能力，为国家的领土、领空、领海筑起了坚固的钢铁屏障。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航天3院固体发动机的试验台，周围山林密布。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位置进行发动机的点火，是为了更好的保证安全，因为这项工作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那么现在呢，工作人员正在用吊车将一台发动机放置在滚轮支撑架上，调整好水平之后呢，工作人员就会安装推力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从而测量发动机的性能、推力的大小和压强。最后连接点火线，整个发动机点火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那么现在呢，让我们的目光从试车台转向上方，可以看到呢，4个被封闭的摄像头，它们不仅可以全程记录整个试验过程，更重要的是，如果试验失败，还可以通过它们进行产品的故障分析。为了安全起见，现在我们都要撤离现场，去往发动机点火试验的指挥中心去观看整个试车的过程。试车试验马上开始。各位，准备正式实验。试验间人员撤离现场。人员撤离完毕。准备点火。10秒准备。这里是发动机点火试验指挥中心。那么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我们的技术人员已经进入点火程序。那么随着工作人员口令的下达呢，我们可以看到发动机点火成功。露天试验台安装操作方便，可扩展性强。不同直径、长度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均可进行实验。随着电子测试技术的进步，其点火控制设备、数据采集设备均进行了多次的改造，保持了它的技术先进性，为多个型号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名副其实的功勋台。发动机强劲动力的背后离不开关键的制造技术，从结构简单的零部件到动力澎湃的心脏，发动机是如何打造出来的呢？进入数字化柔性生产线，这里没有工人繁忙的生产景象，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全是机械化的数控机床在这里进行零部件的加工。装载站是零部件装加的第一步，现在一名技术工人正在对零部件和工装进行结合、矫正，录入零部件的身份信息。紧接着呢，机械臂就会对它进行抓取，放入传送带。在这里，这些源源不断装加完成的零部件，就会通过智能化的导引小车，全部送到我前方的立体库进行暂时的储存。根
根据加工设备的需求，零部件在进入立体库之后，堆垛机就会根据设备的需求，对需要加工的零部件进行出库。那么智能的小车呢，就会带着零部件传送到这个平面的缓存区。这时呢，横架机械手就会对零部件进行抓取。等设备发送完加工完成信号之后呢，横架机械手就会把零部件放到指定的设备上进行精加工。我们看这个横架机械手啊，它是有2个手臂的，一个手臂可以抓取设备上加工完成的产品，另外一个手臂放入待加工的产品。这样的设计是为了节省零部件的传送时间。短短几秒钟，这些发动机上的零部件就被送到了数控机床上，产品的精度、加工的需求已经全部都输入到这一台台的数控机床里，由它们来全面掌控。现在在我身边的这台5轴联动数控机床呢，正在自动运行。为什么叫做5轴联动？大家往里面看。5个轴分别对零部件的5个面体进行同时的加工，这不仅大大提高了加工的效率，精度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高可靠性使其可以满足制造业的多种需求。丁老，这个数字化的智能生产车间是不是让您大开眼界？对，大开眼界，我还从来没看过我们所里有这么大的场面，这是我第一次参观。当年我们搞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的时候，生产条件能力比这差多了。但是我们固体发动机钢结构简单，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加工设备。现在我们创新所具有为国内各种导弹提供动力装置的研制、生产、试验的能力了。从体力活到脑力活，从工艺智能化到区域智能化。发动机的制造正一步步向无人化、数字化的工厂迈进。然而，在一些关键环节，依然需要技术工人以精湛的技艺和执着的钻研去攻克极限难题，实现创新超越。新型发动机工作时，内部构建要经受上千摄氏度高温炙烤。几毫米厚的薄壁承受的压强，不亚于几个三峡大坝叠加后底部承受的水压。燃烧室上面是高温合金，它在这个焊接的过程中呢，变形量就比较大。加工完以后，如果要是这个产品一变形，我的所有的尺寸，包括所有的行为公差，就全都没有了。新型发动机的关键组件由大大小小几十个零件组装而成，必须以最严苛的标准来控制每个零件的精度，才能确保最后成品符合设计要求。在为某个零件进行加工时，3个圆孔同轴度误差需要控制在0.005毫米之内。王磊经过多次试验，效果始终不够理想。因为我们是研制的一个产品呢，基本上都是1种活或者是2种，有100%的把握了，我们才会去加工它。睡觉的时候，我就基本上脑子里面都在想，我的这个明天我还有哪种方案可试。铅分表是唐刀加工前进行定位的工具。在反复试验中，王磊发现铅分表的架设位置对唐刀走背的精度有着微弱但不可忽视的影响。通过改进定位方案，王磊加工的产品成功符合了设计要求。把这个产品交出去，就是自己的成就感就特别强。有好多预研的型号来到自己了，一看这个活我没有见过，今天我没试出来，我以后如果要是再遇到这种问题，我还是解决不了。但是我今天如果把它给解决了，然后我下次再遇到同样的问题，解决起来比较轻松。勇于创新，才能善于创新。王磊为飞航武器打造国产化心脏，一次次突击在前，拼出了一条数控加工的创新之路。因为我们产品是要上天的，不能容半点马虎，做所有的事情就要精益求精，有机会就可以自己大胆的去尝试，就是我们这种青年工匠的一种担当。从学别人走路到走自己的路，自主创新铸就了我国飞航导弹事业一次又一次技术突破。
也不断塑造着当代飞行的崭新模样。超快、超远、超精、超强，一批批飞行人正在为中国飞行事业的发展插上更新也更强有力的翅膀。